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8月5号到8月11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统一超砸100亿盖购物中心在大园统一超获得经济部的核准，在桃园航空城盖8.4公顷的物流园区，总投资额达到新台币114.5亿元，100亿哦。那这个规模是 Momo 中部物流园区的 2.6 倍大，投资额是 Momo 的 1.5 倍。第二，酷鹏砸钱行销，首度单季亏损就赔钱了。酷鹏公布了2024年 Q2 的财报，台湾市场成长率达472%，夸张快5倍并亏损65亿台币，但他们愿意继续亏。预计亏损会亏到年底来做打平。第三，两档人气 ETF 遭金管会开罚，金管会正式开罚00940跟00939。那00940被罚了90万，00939被罚了60万。我认为看起来还是罚的太少了，贺阻效果有限希望业者未来可以收敛一点。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新闻，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并且跟你分享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那这一集我们讲的是8月5号到8月11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来，第一个新闻，统一超砸100亿去盖物流中心。这个我不晓得你看了感觉怎么样。像我们业内在看，这很夸张的事情好来，它的那个标题就叫统一超砸100亿桃园盖物流中心然后在桃园航空城在大园那边。好，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经济部已经核准统一超商在桃园航空城的物流中心建设案然后面积达8.4公顷。总投资了114.5亿元。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这个数字你用看的你没有什么概念来，我们来对比一下 Momo 去年11月在彰化盖的物流中心来我帮你标好了，来你看我念出来Momo 表示中区物流中心的总基地面积为9800平，楼层规划地上8层地下2层总投资金额合计约76亿新台币就这样。那个物流园区你有没有去看过虽然我讲八卦的时候在讲3.2公顷76亿台币好，那我们刚才讲统一，它现在投资有多大？8.4公顷，这个已经是 Momo 物流园区的 2.6 倍大，然后总投资额是 Momo 的 1.5 倍。这不要忘了呢，统一最近才收购奇摩电商，总不可能就盖这么大一间物流中心都是要给那个奇摩电商做准备的，不会嘛？所以未看先猜，它应该是要怎样？要整合它的卖货变，然后跟奇摩电商、博客来等等的资源，之后来搞一波大的。那这个很合理啊。奇摩有外拍，卖货变个人卖家在经营，那我们就来看后续会有什么连招这样统一准备要出招了。他那个物流中心是说半年内要动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快，它不是一个什么就跟你讲了100亿投资，然后3年5年还不知道要盖了没这样这很快这非常的快。好，来第二个新闻酷鹏砸钱行销，首度单季亏损就是它出现亏损了。这个标题我念给你这个叫酷鹏砸钱行销副作用来了，2年来首度单季亏损，为何 CEO 还是对台湾非常兴奋？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酷鹏公布了财报，2024年 Q2 在台湾的成长率472%，然后韩货在台湾的总销量翻了3倍。就酷鹏它可以买韩国货，你知道吗？它是什么火箭跨境那到现在还是亏钱的状态本季一季就亏损了65亿台币。那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让亏损怎样至少打平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又来了，看数字很无感来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我也直接帮你标出来这我念给你听富邦煤股票代号8454， 7号举行2024第2季法说会，当季营收逾新台币266亿元，年增 1.7% 然后什么 EPS 那个先不管。好，你看Momo这个我们台湾的冠军
那面对这个酷鹏这个台币战士，这个酷鹏这个家伙在 Q2 就已经赔到默默营收的30%了，然后打算继续赔到年底。好，然后这个就算了，那个 CEO 还表示非常兴奋，我不知道他兴奋什么哦。这个我也没有解法，但你就遇到台币战士，你能怎样哦？人家就是来赔钱跟你玩嘛，然后赔到你倒了，就是市场就是他的，有没有很眼熟？有啊，那个 Foodpanda 对不对 ？Uber Eats 啊，不就是这样子吗？詹宏志哦，我们台湾电商知名教主哦，这个标准苦瓜脸詹宏志之前不是也说？他面对酷鹏的竞争，也只能想得到拖字诀嘛，没办法，这个台币战士就是这太强了哦，真的是太强。如果你是品牌商哦，那我也只能建议你说，快逃吧哦。那通路大战势不可挡，通路大战是这样哦，人家现在是愿意赔钱卖消费者，所以他进货跟你进 A 价格，然后他打折要去卖那个消费者哦，他卖的价钱比你进货价还要便宜，把你其他通路乱到你根本没办法卖。这也合法哦，因为他货是跟你买断的，所以现在哦，我们电商业内的判断就是独立站哦，又是自己的品牌购物官网的风可能又要吹起来了哦。那至少怎么样？至少那个是你的基地啊，你不用参加，然后去跟那些通路这样在上面大乱斗，然后你变成牺牲品。好，来第3个新闻哦，2档人气 ETF 遭金管会开罚哦。这个标题我也念给你，这叫网红宣传过头。2档人气 ETF 遭金管会开罚，就金管会终于开罚了。那现在是针对 ETF 00939跟00940哦，这个00940，你一听名字你就知道，就是说什么每个月配息的一个股票嘛哦，然后就什么10块嘛，10块一张嘛，然后吸引一堆大妈就解定存来买股票嘛吼。那这2只吼，因为被网红炒过头哦，宣传文案太夸大。00940被罚90万，00939被罚60万。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样还是罚太少了哦。现在罚款的上限是300万哦，300万。那个我也标注出来哦，就是金管会亦可援引投信投顾法相关规定进行行政处分，包含纠正、警告、停业、废止营业许可等，并可罚投信业者60万以上300万以下罚锾哦，60以上300以下。就不会痛嘛，对不对？来，我们来看隔壁棚房地产哦，房地产市场，好，来这念给你听。如涉及不动产炒作者，将依照平均地权条例规定，最高可按交易户栋数来处新台币5000元罚款。你看，炒房上限是5000呐，炒股票上限是300，然后就罚他个60，对嘛？这就不对等哦。那至少。我的建议啦，应该要叫做60万以上1000万以下，那这样子才会有那个遏止的效果啊。就罚个60万，好，那我一档行销案，如果我能赚60以上，那这个就当行销费用，是不是就变成现在我们看一堆电视广告，怎么保健食品的广告，说什么可以治肝病，妈的直接讲，这不是违法吗？对，违法啊，人家就是缴那个来当行销费用。好了，那个我知道修法需要时间哦，那我也相信这个案例一出来之后，这些业者在找网红来宣传合作的时候，会比较小心也希望不要再出现什么菜篮族解定存来压房子，然后无脑买 ETF 什么什么的莫名其妙的情况。OK， 好，讲完了。8月5号到8月11号3件电商大事第一个，统一砸100亿去盖物流中心。第二，酷鹏砸钱行销，出现了首度的单季亏损。第三，2档人气 ETF 网红，带货太夸张然后被金管会开罚。来讲八卦，我这次八卦聚焦在那个统一的物流中心。这有好几个事情可以讲。好来，那个我自己看到这个新闻，我的想法，统一其实你可以不用自己砸钱盖，你知道吗？你可以跟 PC 用租啊，或是怎么样，或是你直接吃 PC 用股份算了。为什么？因为那个 PC Home 它快被它的那个物流园区、邮政物流园区拖死了，就是控制率太低，然后 PC Home 的生意又没那么好，那变成那个物流园区闲在那里这样。不过堂统一啦，统一超呢，对吧？全台最强超商龙头，他们内部一定也都有做过分析，就是了，那他们的选择还是宁愿要去砸那个100亿，来盖一个很屌的物流园区然后再来是就仓储业你有去大园看过？
你甚至不用像我一样走进人家的仓库里面去看。你有没有去过大园那附近？桃园的大园哦，那个没事不会去哦，出事也不会去哦，那就是一个仓储物流园区，因为它在那个桃园机场旁边。桃机是台湾最重要的空港哦，其他地方都比不了，什么松山啊，什么小港啊，那都比不了。飞机不止载人啊，还会载什么？载货哦，所以那个是航空的物流园区哦。那大园在旁边哦，机场然后接到货啊，然后就去台北港就出去了哦，或是台北港的货，然后就到大园这边看做什么加工出口，然后就搭飞机就出去了哦，是这样子的地位。那很巨大呢，那个仓库看起来真的夸张大的呢，就是你开车这样子开过去哦，你远远就看到一个很巨大的建筑物，然后你开到它旁边的那个路的时候，天就黑了，真的哦，天就黑了，然后离开它阴影的范围，天又亮了，就这很夸张的大。那边已经有谁啊？那边已经有，我已经看到Coupang的仓了哦，还有其他家都是电商业者的仓哦，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传产，像长荣海运的仓哦，那个仓跟电商比较没关系，不过它规模更大更夸张哦，对，很粗鄙啊哦，那个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没事你就绕到那个大园那边去看。来第三个房地产哦，大园这个100亿的投资哦。我跟你说，民间企业投资最猛的地方就在这里。政府的重大建设哦，它有一个现象叫做不负责盈亏，不负责，反正就纳税人的钱，然后他们是怎样？他们防弊重于心力哦，防弊重于心力。我想这个道理大家知道，公务员为什么那么保守，把事情都那么麻烦、那么复杂？因为他防弊哦，防弊重于心力。可是民间企业投资不一样，民间企业投资哦，赚钱是唯一的依归。好。他们今天既然敢砸100亿下去，那他们一定各种计算、精算都算到说，反正一定会赚回来，他们才会去投这么大的金额。好，那就我自己所知哦，现在大园仓储那边啊，根本是没有工人的，就理货、拣货、报货、出货的工人，那边也没有什么高等级的什么 RD 职缺也比较少，不能说没有哦，那就比较少。那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工人哦，理包检都找不到工人。所以现在那边大园仓储的工人很多都是怎样？这是真的哦。早上从桃园八德哦，早上从桃园中立、内坜，他会开一个游览车，好几台哦，然后就叫大家去那里上班集合，搭车去大园这样。不然你大园当地找你没有人，那边老人啊，不然小孩啊，这不行啊。对，所以那边是严重缺乏那个住宅啊，那边就没房子嘛，你自己去看哦。那附近真的是。就没有什么新房子哈，如果有新房子的话，价格已经很高，当然是没有贵过青埔了，但是就是对，所以在房地产来说，房地产界哈，在炒桃园航空城的人哦，那包含大园哦，大园物流园区什么客运园区啦，哦，那一带 OK 好，那这个统一超的这个100亿投资案哦，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利多，我也相信哦，在那边。只要盖一个大的案子，然后价格也不要贵哦，你不是豪宅就是很一般，就卖个市场行情哦，然后也不奢华，反正就看起来就是个很一般的住宅，你这样子应该就卖光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上班太痛苦了，什么从中立八德这样拉人过去，你在那边好能够落地生根，那个他们房子就会买了。好，这是。第一个自产的角度哦，再来是出租的角度、投报率的角度，那边没有房子可以租，你知道，真的没有房子可以租，所以说外地自产的人他就买那边，然后就租给仓储园区上班的人，这事情非常 OK， 哦，非常 OK， 那个投报率会很不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仓储园区上班，所以说他们是周一到周五上班，6日哦，看有没有要加班，没有的话他就回市区的家里哦，老家过。这样子都可以哦，所以那边呢、虽然已经是新的重划区，都没有新房子，但是你盖2房哦，你盖3房都应该是蛮 OK 的，说不定你盖套房也是 OK， 因为它流动的工作人口非常的庞大哦。然后那个园区还接哪里？还接观音工业区哦。然后你走西滨的话，又到台北港去，房地产很猛啦，真的很猛啦，房地产是大钱之所在哦。所以房地产的圈子都在讨论这个案子了哦，统一超哦，所以。这个就确实是一个机会，那个企业哦，他们在投资，他目标就是要赚钱哦，又要花到100亿，这谁不计算到爆？所以我个人认为，那边可以，因为连民间业者都毛起来去那边投资了，然后
再加上我自己去现场看过的现象，就公司嘛仓储园区都要去了解一下，我去看过确实那边根本找不到工人，也找不到什么房子可以出租那就这样跟你分享。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